Hello，大家好，我是Alden，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项目 IT Tools， 它是个法国的哥们开发的，可能有些朋友已经了解过这个项目了。这个项目是一个开发者工具包，里面集成了很多开发者所需要用到的一些小工具，我觉得还是非常实用的，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教大家如何正确的部署。先来打开 GitHub， 直接搜这个项目名就可以了。我们先看一下它这个语言的构成，可以看到它这里其实是纯前端开发的一个项目来的，里面这里有它的部署的一些指南，它这里提供了一个案例的站点，我们把它点开看一下，和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就是它的一个站点了。我算了一下，里面应该是大概有70-80个一个工具，都是我们经常会用到的。左边这里是菜单，它这里分了类别的，就是有大概10个类别左右，简单的点开几个和大家看一下。首先第一个类别是一个加密学的一些工具，这里是一个 Token Generator， 也就是密码生成器可以理解为，然后还有一些哈希值的一些工具，可以看到它的 UI 还是挺漂亮的。这里还有一些 UUID 的工具，下面这里就是一些转换器了，像 Base64 的一些转换，还有颜色的，还有一些各种不同格式的一些文件它相互之间的一些转换。网站工具的话就是一些 encoding， 还有一些格式化的 URL 格式化的，像一些 JWP、HTML 的一些工具都很齐全，这些很多都是我们一些开发者经常会用到的一些工具来的。这里是图片视频，主要是二维码相关的了，这里是 WiFi 二维码的一个生成，还有一些 QR Code 的生成。下面还有一个开发者的一个类别，应该是一些命令的一些介绍吧，给大家简单的去看一下，像 JSON 的一个最小化的一个格式， JSON 转这个 CSV 的，像 Circle 的一些最小化的，还有支持不同的语言。这个是权限的一个计算器，就是 Linux 系统那个权限的计算器了。这里还有一个 Docker Compose 转那个 Docker 那个命令转那个 Docker Compose 配置文件的，也挺实用的，这个就不用自己去写这个东西了。看一下网络这一块，这里的话就是一些 IPv4、IPv6 的一些转换了，对吧？一些计算了，还有数学方面的，这些可能用的比较少一点。这里就是一个计算的一个工具吧，计时的，这个是计时的，还有一些温度的一些转换。下面是一个文本的，不知道有什么用，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这个是统计那个长度的，应该是，还有一些表情的一些字符的一个拷贝。这个是添加那个字符串的源码的，然后对比文本的，可以看到这些工具其实都是很实用的，不仅仅是开发者用到，我们平时都可能会用到的。最后还有一些数据的，应该是看一下，计算这个手机号的一些信息的。它整体就是这样子，它这上面还有个搜索的功能，可以在这里面搜索。
每一个工具右上角这里还有一个收藏，它这些都是存在本地的，所以说不太依赖这个服务端的，它这些可以存到本地。就是说如果你访问这个页面它其实是在本地有缓存的，你访问过的话，其实在本地有缓存的。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就多了一个收藏的一个工具我们可以把一些常用的一些工具把它收藏到这里，它这个是存在本地的，给大家看一下。可以看到它这里就很多一些本地的数据，可以看到这一个属性就是收藏了，可以看到吧？这是收藏的，都是在本地的，就是我们这些计算都不会提交到服务端的，它是没有网络请求的。OK， 这个站点的话就和大家简单的介绍到这里。我觉得还是挺实用的，它 UI 也是可以，而且它在手机端这里的话，它其实还是兼容的不错的，就是你要用手机去打开它的话，它整体效果不会有太大的偏差，就是说还是挺实用的，可能就有一些溢出的一些东西，但是整体来说效果还是有的，就是说不会手机用不了这样子。OK。那我其实自己也部署了一个站点就是在我自己的域名下面，因为我觉得这个项目还是不错的。对，我自己也搞了一个放在这个域名下面，大家也可以去试一下哈。OK， 那接下来的话就和大家讲一下怎么去部署它。那其实部署就是挺简单的，那有些朋友可能就已经用过的话，那就可以跳过了。那如果一些朋友不会部署的话，也可以跟着我这个视频大家讲一下怎么去部署。首先，它官方文档这里提供了一条 Docker 命令，使用它官方构建的镜像来通过 Docker 来运行。先用这种方式和大家演示一下。连接到 VPS 服务器。首先你需要先安装 Docker。我在之前视频也和大家讲过怎么去安装 Docker，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安装，也可以看一下我之前的视频或者是笔记。我这里就通过一键脚本来安装了。OK， 已经安装成功了。先来启动一下 Docker。然后把这条命令拷贝过来，直接运行。看一下，它这里是命令是8080端口的，我把这个端口改一下吧。通过80端口来运行。OK， 运行成功之后，我们就可以看一下了，直接访问 IP。可以看到是没有问题的，功能也是正常的。这是通过它官方这种提供这条命令来运行。那我现在用另外一种方式和大家演示。我们先来看一下在仓库这里有一个文件，我们找到 Dockerfile 文件，我们看一下它的镜像是怎么构成的。首先它这里分为两部分，上面这一部分的话就是拷贝它的源代码，然后通过相关的命令来构建，然后下面这部分的话，它就是把上面构建的一个结果把它拷贝到一个目录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里实际上就是一个 nginx 一个镜像来的，也就是说它把构建的结果拷贝到 nginx 的静态目录里面，然后把这个配置文件拷贝到指定目录，
然后就运行 Nginx， 所以说它实际上是运行一个 Nginx 来的。那如果我们服务器本身就已经运行了 Nginx 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必要运行它这个镜像了。我们只需要把它里面构建好的结果拷贝出来，然后放到我们自己的 Nginx 里面就可以了，那就可以节省一点系统资源。接下来我就通过Docker 来运行一个 Nginx 和大家演示一下。先把刚才运行这个先停止掉，然后创这个数据目录，用来存放 Nginx 一些相关文件的，然后把配置文件、静态文件以及日志文件都映射出来。然后进入到目录里面。现在我们通过命令来运行一个 Nginx 80端口43端口，先来运行一下。现在跑一个镜像跑一个容器，主要是想把它里面的一个配置文件拷贝分出来，因为容器里面默认就有一个配置文件的。OK， 运行成功之后，我们把里面的配置文件拷出来。OK， 已经拷贝出来了。那我们现在的话，先把它停止了。我一般的话都是比较喜欢用 Docker Compose 来运行的。我们可以用一下它这个工具。刚才它这里不是提供了一个开发者工具吗？然后可以转换的，将这个 Docker 命令转换为一个 Docker Compose 的一个配置文件，我们可以试一下。这里增加一些参数，把目录映射出来。还有日志目录。OK， 大概就这样子。然后我们把这个转换的结果拷贝出来，进这个 Docker Compose 文件。这里增加一个启动策略。OK， 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可以运行了。我们先把刚才那个删掉。可以看到运行成功了。那我们接下来需要把里面的静态文件拷贝出来，把刚才我们运行这个IT2 的官方镜像的里面的一些静态文件拷贝出来。它也是放在这里面来的，把这个目录拷贝出来就可以了。OK， 拷到这个 HTML 里面，这里还有一个 HTML， 我们只需要把它重命名一下就可以了，改为 IT Tools。
配置好的话，我们新建一个配置文件。它这里也提供了一个配置文件，拿来用一下吧。把这个路径改一下，其他都不用改。然后接下来我们刷新一下，测试一下配置，没问题。然后重载一下。接下来我们再来通过 IP 来访问一下。可以看到同样是没问题的，也能进来这里。看一下是不是有缓存，我们用隐私模式来看一下。它这里报错了，看一下配置。看一下是什么问题。看到这里映射出了一点问题，我们编辑一下这个 Docker Compose 文件，这里应该是有些地方写错了。这里写错了。OK， 那我们再来重新构建一下，先把它停掉，然后启动。OK， 那再来试一下，现在没问题了，可以看到同样是能进来的。那如果是想通过域名来访问，也是很简单的，只需要添加个域名解析就可以了。和大家演示一下吧。添加个域名解析，copy一下 IP， 保存，然后拼一下，可以看到已经生效了。那我们就可以修改一下配置文件。这里名称改一下，这里写错了。把这个server改为自己域名就 OK 了。刷新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通过域名来试一下。OK， 通过域名访问同样是没有问题的。那如果你还想添加个 SSL 证书的话，其实也很简单。之前的视频也和大家讲过了，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安装一下。
OK， 那我们现在可以申请一个证书。我就用 standalone 模式吧。首先需要先把容器给停止了。证书已经申请下来了，那安装一下证书，看一下，接下来修改一下配置文件。OK， 保存退出，重新刷新一下，启动一下。没问题的话，我们再来刷新一下网页，通过 HTTPS 来访问。这里还有一些地方需要修改的。这里监听443，再来看一下。OK， 那现在是没问题了。OK， 这个项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自己去部署一个来玩一下，我觉得还是挺有用的。里面的一些工具都是我们经常会用到的。OK，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